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8点半的直播。那我们准时开始啊。那一开始呢，也是跟大家打个招呼不知道你们是来自哪个地区的呢？你们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分享一下你是来自哪里的啊。那一开始呢，这个星期也是看上去蛮波动的，尤其是美股最近呢也是一个下跌，然后港股在星期五的时候也是出现了一个回调。这个星期呢，也是有多了很多的不稳定的因素。那我们在接下来的直播也会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好不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的内容，那你们也可以去投票啊。如果你对哪一个题材更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下来啊，你对哪一个兴趣，你对哪一个更有兴趣啊？A 就是美股最近的市况，你们有没有兴趣呢？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在留言区写 A 去了解更加多。那 B 的话呢，这里就先卖一个关子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惊喜礼物如果你们对 B 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写 B 那 C 呢，就是中港股最近好像出现了一个调整了，那最近的市况又怎么样呢？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写 C。那 D 呢，就是此时此刻大跌了这么多股市出现了调整之后，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呢？如果你对 D 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写一下 D 那也是跟平时一样，如果这个直播人数到了1000人的话那你们也可以来提问一个股票看一下，Rich 你对这个股票有什么看法呢？那一般我们是不会在公开场合去讨论股票的但是如果这个人数到了1000人之后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对那个股票的一些看法，好不好 ？OK。那一开始呢，我看到很多的同学很多观众也是对 C 有兴趣包括我也看到很多的朋友们你们也是有 A 也有 C。OK，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先看一下 A 好不好？但是呢，在开始 A 之前呢也是来先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星期的一些比较大的新闻那第一个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不明朗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在之前特朗普他跟俄罗斯那边有一个谈判然后他初步的打了一个电话然后看上去呢是一切看上去是非常美好的市场可能是预示着会不会这个俄乌战争会有一个结束呢或者是告一段落而这个星期呢就峰回路转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乌克兰那边去谈判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那边好像是翻桌子了他不喜欢特朗普的那个给出来的 offer 那首次会谈是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欢而散，而关键就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不明朗的因素之前市场是期待着这个战争或者是这个冲突能够结束，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明朗因素又再次重现出来或者是又再一次增加了不知道之后会不会美国对他有一些制裁，或者是之后这个战争会不会有进一步的恶化还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市场是不喜欢这种不明朗的因素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讲下一个在我讲到市场的这个讲到 A 之前我也是来分享一下最近也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问我，NVIDIA 这个股票你又怎么看呢？那我这里也是有一些话我也想分享一下，那我就这里呢作为一个额外的 bonus 送给你们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季度呢 NVIDIA 的业绩也是非常强劲的那左边这里这张图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NVIDIA 第4个季度的财报，无论是它的营收或者是它的每股收益或者是它的经营的数据，你都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亮丽的成绩但是为什么明明它的成绩单这么好它有一个很亮丽的增长你可以看到它营收一家公司这个季度增长了77.94%，它的 earnings per share 这个季度增长了81.63%。明明这家公司这么强劲，这么优秀但是为什么它的股价是跌的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啊，我们再继续探讨一下。那在这里呢我也是来就跟你们互动一下，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股价是反映现在的还是反映未来的呢？如果你觉得是反映现在的你可以打一个1你可以写在留言区里面。那如果你觉得股价是反映未来的，你可以写一个2你可以写个2。那你可以写在留言区里面告诉我，我看一下你们是怎么样看的。OK 我现在呢看到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你们都是写了2有一小部分的同学们呢也是分享了1好，非常好。那接下来呢，我来讲一下我的一些看法那其实呢，NVIDIA 的业绩，这个季度我看了它的财报，我觉得它是非常好的，它各方面可以做的也是相当好了100分里面可能有90分而这个也是市场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2、3年里面，NVIDIA 的增长都是非常快速的如果你有看过它之前的财报，你会发现它每一次可能earnings per share 增长200%、100%，或者是它的营收是能够有一个翻倍的增长。但是这个季度你可以看到，它开始出现了一个增长放缓的一个情况刚才给大家看到，一个是增长77.9%，一个是增长81%如果我们就这样来看这个数字或者是跟其他公司去对比的话，它依然是一个非常亮丽的成绩单。但是如果跟它过去1、2年去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增长开始放缓了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毕竟它过去增长了这么多，它过去呢是一家相对没有那么大的公司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家公司它是3000亿的那如果它要翻几倍到1万亿的话是不是这个难度没有那么大呢？那确实，这个就是 NVIDIA 在过去2年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从一家可能2、3千亿的公司翻了几倍到了1万亿的市值。但是现在情况不同的是，它现在是一家全球前几名市值前几名的一家公司，它现在的市值是3万亿市值。它如果要再翻1倍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难度是不是大了很多包括它过去它的营收的那个数字呢是相对小一点的，那它要翻几倍，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它现在已经是一条大的金鱼了那过去它是一条小鱼，它要小鱼变成大鱼相对简单一点。但现在它已经是一条大鱼，它是一条金鱼，它如果要再长快一点，长得大一点的话它增长的这个速度是不是会相对放缓一点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市场就担心它之后的增长会放缓，甚至是倒退那如果你想象一下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如果现在这家公司它的市值是3万亿的话，如果它要再翻10倍，哇，是不是很夸张？它变成了30万亿的市值它需要花多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任务或者是它有没有这个可能能够增长到30万亿？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因为30万亿可能是几家公司或者是几个股市的那个总值所加起来还没有到30亿但如果 NVIDIA 能够增长10倍的话，就此时此刻再增长10倍从一个大的金鱼再涨10倍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了所以这个是市场担心的一个点。那好了，回到了刚才那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季度它的业绩明明看上去很好，但是股价却是跌的呢？除了刚才那个因素，市场担心它的增长放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其实就是我刚才问的那个互动股价到底是反映现在还是反映未来呢？我看到大部分的观众朋友们你们都是正确的你们是投了2，也就是觉得它是反映未来的，没错。那如果这家公司它的现在的财报非常好，
但是有大量的投资者抛售的话，那这其实代表什么呢？那其实也就代表着这个机构投资者啊，他可能是知道了一些我们作为散户不知道的内容，或者是他有一些数据他能够分析或者是预测到，哎，未来NVIDIA 这家公司它可能增长会继续放缓，或者是未来它的前景没有像现在那么明朗，或者是他觉得哎未来可能情况会恶化所以呢他不会等到他的那个公司的增长放缓了，或者是等到他的情况恶化了，他才在那个时候去抛售股票，他肯定是早人一步，在现在还是很好的时候去抛售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反映出为什么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或者是过去一个月，NVIDIA 的股价会抛售了这么多尤其是在星期四，开市的时候它好像是还能涨的，但是在盘中的时候股价是一路的下跌，这些其实就是机构投资者在逐渐离场的一些证据。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它基本面的部分然后也讲到了我们如果从一个机构投资者的角度去看 NVIDIA 我们也是讲到了它也是逐渐的在抛售，但我们再来看一下从一个技术分析的角度这个也是我在半年前已经看到了一些信号，并且呢我也是在直播当中或者是在 GMT 当中有分享到我的一个看法。那现在呢我再来回顾一下如果你是新同学、新观众的话你可能之前没有听过的，我这里再来回顾一下那很多散户他都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可能会迷恋上一个股王或者是过去非常强势的板块。那确实半导体的板块，尤其是 NVIDIA 它在2023年到2024年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板块那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的 AI 企业它都需要硬件，都需要被半导体来发展它的 AI 模型所以你可以看到在2023、2024年它有一个很亮丽的增长尤其是如果你再去看那些公司的基本面很多公司都像是 NVIDIA 那样它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增长，甚至是翻倍的增长。那确实这个也是有基本面反映在这里面的。但是这个转折点就发生了在2024年的那一次中期调整在7、8月份股市因为恐慌而遭遇抛售，而在那一次抛售之后股市呢也是能够修复失地，然后出现反弹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表的左边就是纳斯达克的指数，你可以看到在7、8月份它有一个下跌之后，在下半年是有一个蛮好的涨幅的，甚至呢是在10月份已经是能够创下前面的新高，并且在11月份、12月份是有一个前所未有气氛非常明朗的牛市当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股票在2、3个星期就可能涨了30%、40%那个气氛是非常的活跃。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右边的那张图，右边那张图呢，其实就是半导体的板块 ETF 那这个是 SOXX。我们可以看到呢，自从8月份它跟大势同比来对比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呈现出一个相对疲弱的走势那我也这里呢也是跟观众朋友们你们来互动一下，从这2张图表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信号？你觉得半导体的这个板块 ETF，它跟大盘对比的话，你从哪几个因素可以看到它是表现弱势的呢？如果你看到的话，你也可以写在这个留言区里面我们来互动一下OK，有个同学有个观众说的非常好如果是 NVIDIA 的市值到了30万亿的 USD 的话可以买到7到8个港股的市场所以这个也是那家公司已经到了一个金鱼的情况之下它要再增长下去已经是非常困难了非常好。OK 我看到有个同学他写到了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用移动平均线这个工具来帮助我们判断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当纳斯达克
啊，它是重新涨到了10天线、20天线、50天线和200天线以上的时候，我们再来横向对比一下，这个是SOXX，你可以发现它是呈现出一个非常疲弱的走势。当大势反弹到所有移动平均线之上的时候呢，SOXX 它只是它还在50天线以下，甚至呢，大势在其中就它涨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短暂的拉回，而SOXX 在9月份、10月份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它是好像没有方向的来回穿插这些移动平均线，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趋势，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已经是一个弱势的表现包括有个同学说的非常好它的涨幅没有那么大，甚至是一浪底它的浪底还要低过一浪那确实它的涨幅呢。如果我们用斜度来跟大势对比的话如果纳斯达克它的斜度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看一下SOXX，它反而是一个斜度没有那么倾斜的一个走势甚至呢它是比大势更早一步的往下跌，所以这个呢也是半导体的板块，在半年以前我已经可以判断它已经是非常弱势了。为什么？因为那些聪明钱。那些机构投资者，他们在2023年到2024年已经在这个板块里面赚了很多钱，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时候已经套现了，他们的聪明钱呢就流到了其他的板块里面。如果你记得2024年下半年涨得最多的是什么可能是一些 AI 的应用，比如说 Planitia 比如说 AppLovin 那这些呢都是当时候的大赢家，而此时此刻你就可以发现原来投资者那些机构投资者在这个板块当中把他们的资金抽走了，去到了另外一个板块，所以呢半导体的板块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开始弱势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发现这一点的话你如果还在留恋着过去的非常强势的股票或者是过去的股王或者是过去热门的板块就像2024年的半导体，你就会发现你很有可能就会错失掉了2024年下半年那么牛市的一个市场你可能只是投资了在半导体里面结果你是你是错失了一个丰厚的回报。那好了如果我们再跳到了 NVIDIA 的股价当中这个也是我在过去半年里面一直有提到的虽然它是一家好公司，虽然它的成绩单非常亮丽它过去每一个季度都是交出了一份100分的那个成绩单，但是最近这个季度它可能增长放缓了或者是它有机会没有达到市场最高的预期，所以会大跌它可能只是交了一份90分的成绩单，或者是95分的成绩单，但是市场是要求它要交一个满分答案而它只是交了一个95分所以就大跌了这个也是我过去不断的重复我对 NVIDIA 的一个担忧而你也可以看到，自从2024年的6月份开始它是出现了一个穿头破脚bearish engulfing 这个我在过去的直播也分享过，这个其实是一个高位转折的一个信号，而自从2024年到2025年的2月份它其实涨到140多块、150块就是一个潜在的阻力然后呢很多时候也是出现了 bearish engulfing 一个转折的信号然后呢，当它再一次涨到140多块的时候，它又再一次出现了 bearish engulfing 那就算在大势气氛最炽热的时候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它貌似是能够突破前面的新高，但其实只是一个非常疲弱的涨幅。而后续呢，你也可以看到2025年开始，它在高位不断出现bearish engulfing 的这种信号那这里呢也是让我非常警惕的包括如果你看它的relative strength RS 的指数，你可以看到它自从2025年开始呢已经是跑弱大势的一个表现所以综合下来呢你可以发现，在过去这个股价是进入到了第3阶段波幅开始扩大，但是呢，它却没有能够维持之前那些上涨的涨势。好，那最近呢，你也可以看到它甚至是跌破了200天线这里呢
可能更加要小心的是，它可能从第3个阶段进入到了第4阶段。第4阶段是什么就是一个长期下跌的阶段所以这个也是我非常避免的一个股票千万不要觉得这个股票它过去是一个股王黄仁勋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觉得它是一个股王，你值得去投资它最近经历调整你就不以为然觉得它可能只是一个自然的调整这个是我非常警惕的一个点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过去的其中一个强势股当时候其中一个人人都在讲的我拿2021年做一个例子，当时候一个强势的股票，你们记不记得是谁或者是记不记得是哪一个股票？当时候是同样的，它的地位跟 NVIDIA 一样这么强势被人追捧的一个股票，你们还记不记得？OK 看来你们还是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在2021年，其中一个股票是 Tesla 那 SMCI 不是啦，SMCI 可能是去年的年初的时候当时候确实它的地位也是跟 NVIDIA 一样也是一个股王，而它很快也是跌下来了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是一个周期在里面的。而我想带出的一个例子就是2021年的 Tesla 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候的散户是怎么样形容这个股票的他讲到也就是哇哦 ，in Elon we trust 对不对他们好像就跟这个股票谈恋爱了一样谈恋爱谈上了。当这个股票进入到第3阶段进入到一个调整的时候，他们觉得只是一个自然的调整他们还非常看好这个股票。结果呢2022年这个股票下跌了超过70%，直到2024年年底的时候，它才能如果它从高位买入，它如果从2021年的高位买入的话，它要直到2024年的年底才能够解套结果解套了一会儿之后现在的股价又再一次出现了一个下跌所以这个也是我想给大家看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千万不要犯下一个散户经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跟一些股票谈恋爱那刚才 Tesla 的那个例子呢，就比较好一点它虽然后续经过了几年还能够涨到前面的那个高位，但更多的情况可能就是那个股票从高位辉煌了之后它是一路的跌下来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我想分享出来希望大家能够吸收得到的一个内容OK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下大势的部分其实呢，美股在过去呢是一个大幅度的下跌然后呢，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VIX 也是一个上涨那现在美国的市况呢很多的散户也是非常恐慌的，而我在这里呢也想讲一下，就是其实在上个星期的直播或者是上个星期的 GMT，我已经是提早的讲到其实当时候呢我是非常警惕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星期四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有很多大量的股票它的波动性是增加了，然后他们也是有大量的强势股尤其是过去涨得最强势的那些板块和领导股都出现了一些突兀的走势，这个是让我当时候非常警惕的。而在星期六的 YouTube 的直播我也是有讲到但是呢已经是讲迟了一点因为星期五的时候已经是开始了一波的下跌但是我在星期六的时候讲到呢现在回看还不算太晚那也希望各位观众你们能够听到我的这一波提醒其实我过去看到了这个信号之后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所以当时候我是讲到我看到了什么，我就直接来分享出来而现在呢，我们过了一个星期再去回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星期呢更多的股票也是遭遇了抛售，尤其是抛售的最厉害的就是我上个星期 YouTube 视频的YouTube 的直播当中有分享到的几个 slide 比如说一些AI 的应用股票或者是那些精神的领袖股什么是精神领袖股就是过去涨了几倍甚至是10倍的，比如说 Palantir，比如说 AppLovin
这些2024年的大牛股他们最近呢都是经历了抛售，机构投资者也在不断的抛售这些股票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 TEM，比如说其他的科技股票，他们也是经历了抛售。所以呢在一个中期、短期的角度来看，这些板块呢其实还是需要经历一定时间的调整而并不要觉得好像星期五它出现了一个反弹然后就觉得没事了然后就继续投资进去其实他们走势上面已经是非常突兀没有看到有一个改善的情况所以这个也是我今天想分享出来的一个点好 ，OK， 我看到有一些观众朋友们还说到2021年当时候我记得 Elon Musk 的那个名气是非常非常火热的还讲到了 Elon is God， 对，没错，我还记得那些梗图突然间就回想了起来，我觉得蛮搞笑的但这个只是一时间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周期过去了之后股市也是有周期的，然后最近呢过去的Tesla 就像是现在的 Nvidia 那这个也是要小心的一个点那好了，我们刚才讲到了，其实现在呢这个市场呢是转变的非常快的。那有没有一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更快的去了解趋势的改变，或者是能够把握到当下的机会呢？所以这个也是我采访了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的提问之后我也是有吸收到你们的需求所以呢，我也是在这里呢跟 Simony 来合作推出了一个 APP。那现在呢还在一个制作的过程当中，而在3月份会正式推出这个 APP 呢，除了会讲到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看到用我的策略去做的一个选股策略或者是我在里面也会教一些技术分析的课程之外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工具呢可以帮助大家去除股市当中的杂讯，去了解到当时候最重要的一些资讯所以呢，如果大家还没有填写这个问卷的话，记得点击我们留言区里面的连接去帮助我们填写这个问卷吧然后呢，我也是成功的向希望你争取到，就是如果你是有填写到这个问卷并且呢是订阅了这个 app 的年方案的话呢你也可以抽奖那如果你是一个幸运儿的话我们有5位幸运儿，你可以获得1股的 Nvidia作为一个抽奖的资格所以大家记得在留言区里面去填写那个链接填写那个卷吧 ，OK。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下中港股的部分这个呢也是我看到最多的同学刚才写到 C 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在上个星期呢，我还是看到港股还是一个强势的板块，但是市场就是转变的这么快。这个星期呢，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呢这个星期五港股也是出现了一个调整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天是下跌了800点也是下跌了接近4%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呢，就是特朗普宣布他从之前的加10%的关税，它会翻倍提升到20%。那这个也是市场一个不喜欢的因素这个是不明朗的因素因为这些关税长期下来的话这是一个 lose-lose 的格局不管是中方还是美方其实对2个国家也是不好的，而这个呢也是让股市出现了震荡投资者不喜欢这些不明朗的因素，所以呢他们就会抛售股票所以你可以看到星期五港股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下跌。而在星期四的晚上呢当时候其实我也看到了一些不对劲的信号当时候呢我也是分享了出来那这个不对劲的信号呢，其实就是跟我看美股的时候看到的东西一样。那我分享到的就是，如果一些领导的股票强势的股票出现突兀走势的时候，那我就会非常警惕了那在上1-2个星期，我看到的就是强势股比如说 Plania 或者是 APP在美股那边这些股票出现了突兀的走势
而他们也是早大势一步出现调整啊，并且是遭遇抛售的。而这些股票出现了突兀走势之后，大势也是紧随其后的出现了一个抛售。那我们来看一下港股的部分啊，那港股的部分啊，大家可以想一下有没有一些强势的股票啊？你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想到的话，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写出来。OK 啊，第一个有同学说到啊，阿里巴巴，然后还有小米啊，那小米是一个我认为港股当中最强势的股票啊，没有之一啊，这个也是我们在 GMT 里面把握到的回报最好的港股之一啊。那你可以看到港股从2024年涨到了现在，已经是有好几倍的回报啊，是一个大直线啊，就这样股价一直往上涨的一个趋势。但是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啊，我看到了一个信号非常突兀的，第一，它是到达了一个潜在的关键的阻力的位置。第二，当这个股价到达了这个关键阻力的位置的时候，它同时间出现了我刚才讲到的 bearish engulfing 啊，穿头破脚，同时间也是伴随着一个巨量的成交量，所以呢，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也是让我非常的警惕啊，所以在当时候啊，我也是提醒到啊同学们，可能港股呢会进入到了一个调整了啊，而在星期五果然它出现了800点的下跌啊，我是没有水晶球，但是我能够但是透过技术分析啊，我们能做的就是去做好当时候几率比较大的那一方啊，然后透过技术分析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进场的时机和出场的时机啊，所以呢星期五大势也是出现了一个调整。那这里呢，也是来分享一下讲到小米啊，那小米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它也是出了一个新品的发布会啊，它讲到了它有一些新的产品，比如说苏系的小米15 Ultra，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磅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吸引的，就算我没有驾照啊，我觉得它也是非常吸引的，就是小米的苏七 Ultra 啊，一个就千万级的跑车，但是它做出了一个非常便宜的一个价格，哇，真的很心动啊！不知道你们看了它的这个新品发布会之后，你们觉得有什么感受啊？我就觉得是非常震撼啊！我觉得雷军是一个非常厉害、非常会做营销的人啊，但是呢好归好，我们看到他的发布会也是反应非常好的啊，他2个小时就做到了他1年的目标的 KPI 1万台的汽车啊，他现在已经是爆单了啊，但我们看了他的各方面虽然非常好啊，而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术分析的话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它其实已经是到达了一个阻力，然后呢已经是经历了一个就可能是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啊，因为你也可以看到它是出现了一个高位转折的穿头破脚的一个信号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是港股可能未来可能没有办法像过去1-2个月那样能够维持着一个很好的涨幅。那虽然如此但其实早在2个月之前，七啪啪呢也是能够早人一步的去在港股当中去寻找一些机会，然后呢也是提醒了GMP 的同学，包括我还记得年初的时候我们在 YouTube 拍摄的视频，也是有跟观众朋友们分享到了港股其实是一个被低估的市场，而你也可以看到从年初到现在，港股呢已经是跑赢市场了我们 GMT 当中也有很多的学生，他也是买了港股之后能够跑赢了港股这个也是一个让人非常开心的一个点当然也包括七啪啪他投资了港股之后也获得了一个蛮丰厚的回报虽然他现在还在旅行，但是呢他股票的收入能够赞助他去旅行这个也是一个很多人羡慕的一个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是恒生指数2月份的一个回报呢也是跑赢了全球的市场这个也是我们也可以我们也是虽然星期五它出现了一个调整，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整体而言的话，它的回报也是非常不错的啊，也是1个月13%啊，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报了啊。OK，有个观众说啊，我要买3辆的小米SU7 Ultra，哈哈，然后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同学回应啊，上面是个土豪啊。你就算要买3辆，你可能也要等不知道多久时间了啊！你可能一辆车也要等很久的时间啊，不知道你要排队排到多久啊？好，祝各位祝这位土豪能够成功的买到3辆 ，OK 啊。而在讲到了港股之后啊，我也想分享一个重要的点。其实这个重要的点呢，也是在过去的直播当中也是有不断的提醒到的啊。其实2025年是一个投资非常艰辛的一年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会像第一不明朗的因素增加了啊，这个是我们之前有讲到的。特朗普上台了之后，他有一系列的关税的政策啊，这个也会让市场的未来有很多的不知道的因素啊。而第二之前呢2023年、2024年呢是一个相对比较畅顺的牛市啊，它也是整体的趋势往上。但是呢，在2025年这个情况转变了啊。如果你投资股票的话你会发现，最近呢好像经常是没有方向的，所以这个也是2025年为什么投资比较难的一个原因之一。但虽然如此我觉得投资困难，但是同时间也是寻找机会最好的一年。那为什么呢？其实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那些涨了10倍、100倍的强势股，或者是10倍股他们最好的投资时机是在什么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在大势经历了调整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去寻找到这些10倍股或者是强势股。那举个例子如果要我来回顾一下我2024年最好的交易我的最好的交易呢，恰恰就是在市场在8月份市场非常恐慌的时候，经历着一个调整的时候，当时候我就是借此机会把握到了强势股票那个股票呢就是 Palantir所以这个也是我想在这一次直播当中分享到虽然现在投资是非常艰辛非常困难，但同时间我们不能够放弃我们其实在同时间也要去打开眼睛去寻找市场上面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在市场经历调整的时候，恰恰也是我们发掘机会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也是我想送给大家的。那在这一年，既然投资这么艰辛的话有没有一些最好的投资呢？那最好的投资其实就是投资自己的脑袋所以如果你是想投资改善你自己的投资回报，或者是你觉得这一年的投资环境这么困难，如果有一套方法可以帮助自己去改善你的投资回报的话那欢迎你们来参加 GMT 那 GMT 呢也是真真实实的可以帮助你们去改善你们投资回报这个平台这个课程呢也是在过去有很多的同学见证了之后也是有改善了他们的投资回报包括七法法今年包括很多的同学今年在这么不明朗的因素之下他们也是能够发掘到港股这个机会在这2个月里面赚取了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尤其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七法法在他去旅游的期间创下了一个成绩他也是能够跑赢大市赚取了一个过千万的一个回报那我们的强势股票呢，在最近也是有一个不错的回报尤其是小米或者是何赛你可以看到何赛七法法的回报现在是已经超过了10倍了那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小米或者是其他的港股也有很多很好的回报。所以呢如果你是想认认真真的去学习在这个投资艰辛的年份里面去做你最好的投资，稳赚不赔的，只要你持续的学习不断的去吸收最好的投资经验那这些其实是稳赚不赔的所以如果你想在未来这么艰辛的投资环境当下能够赚钱的话那我也是建议你们来参加我们的 GMT 吧。
OK， 所以今天的直播呢，好，没有1000人啊，所以呢，如果你们问了股票的话啊，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回答啊，我们可能等下一次的直播啊再来回答你们的问题，好不好？啊，或者是你们可以在这个机会分享这个直播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啊，更多的朋友们啊，你身边的朋友们。那下一次这个直播到1000人的时候，我们再来解答你们的问题。OK，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